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。那我们今天的模型科普呢，好像要来介绍这个底漆补土。对，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底漆补土。我们分成喷的跟土的、喷的，这个也是喷的啦，就是用喷枪喷，一个要用喷枪喷，一个就是直接按下去就可以喷罐喷。对。这两罐呢是战旗用的，所以我们先放一边去。OK。那这个是一般喷涂用的喷你的塑胶模型会使用到的检查用的喷罐。那现在目前只剩下田宫这一排可以用，其他的就是暂时没有办法进口，所以就暂时使用这个吧。那剩下的就是台厂出的底漆补土，你要用哪一厂的补土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家最多就是摩多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用摩多来示范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模型都不要喷底漆补土，直接上色，可以，对，但是它的附着率相对会比较小一点。所以我们上底漆补土是为了要增加附着率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几个，就是上底漆为什么要上这些底漆的一些注意事项，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上这个底漆有什么好，为什么一定要上，不上可以。好，我们补充一下这两罐。这两罐是西利头它出的底漆喷罐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太使用这个当我们一般塑胶模型的底漆？这个战旗的喷涂漆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是光面的，那这个的话它是消光面，它的那个表面的粗糙度会比较高一点。然后它在去底涂的时候，它会增加它的附着力。你如果拿这个去喷你的塑胶模型的话，它会变消光。你在最底下消光，它上面就不会亮了。所以你要亮的还是要喷这罐。那我们涂战旗的时候本来就不会是亮光，所以就用这个就好。了解。然后它附着力也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解一下这个底漆的作用。底补有分很多种，有的是金属的，还有的是塑胶表面的。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塑胶表面的就好，因为你很少会碰到金属。那我们简介一下底漆的功能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喷呢？所以我们会建议你喷啊，你不喷也不会怎样啊。没有人说不喷就不能喷面漆的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因为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偷懒还干嘛，就直接喷了。那我们只要减少它碰触的机会，其实没有什么差。最主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检查你的表面。对，那无缝上面就一条在那边，你磨完之后你也不会知道说它到底好了没有。我们就喷一层底漆上去之后，让它看起来就是这里有凹进去，那就是没补好嘛。那你补完之后再上一层底漆，你就是最后要看到整个都是没有缝的，这样子才完成。最重要的就是功能检查表面，就是检查你的无缝有没有做。另外一个是打磨，这个部分就有没有磨好刮痕。对，400号一定会有刮痕嘛。那你如果打磨到800、1000，它的刮痕就会变少很多。那你今天你喷下去之后，你还有400号的刮痕，那你就知道这边还要再继续打磨，然后它会稍微填补一下你的打磨痕迹。如果你今天800号你没有磨到1000号，好，那你喷下去之后，它会稍微的把它填补在它的上面。那再来是这个增加面漆的附着力，那再来是统一色泽。统一色泽就是如果你整个模型变成灰色，它会比纯粹塑胶的颜色的发色会更好。我们给大家一些比较通用的法则，像你要做亮色系，比如说是黄色或者是红色或者是橘色这种比较亮的颜色，你可以使用灰色的底或白色的底来做，那它的发色会相对好很多。那灰色是我们就是一般你看到大家都是喷灰，这很自然。那现在的颜色比较多所以有黑色啊、肤色啊，然后咖啡色的什么底漆，什么颜色的底漆现在其实都有。底色是会影响面漆。那在暗色系或者是金属色，这个银色或金色的，你可以使用黑底，黑色会发色会比较漂亮。对，那这个有一个是例外，例外是白色的，你要用暗色系的底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白色的零件，你还要再喷一个白色上去，那是不是白色，然后再喷白色底，然后再喷白色，这样你会看不见。
哦，你也不知道你喷的好了没？对，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喷到。哦，所以我们白色底，白色的要喷白色面漆之前，就是用个暗色底就好。不管你是什么暗色底都可以。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摩多的那个底漆补土系列。那它 MK11、12、13，这是总共是灰色、黑色跟白色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写个细？这个补土就是比较细的啊。你会在外面看到有一些这种罐装的上面是写，有的是800号啊，有的是1000号，有的是1200号，有的是5000号，就是这个啊细大概是1200号左右。哦，细的。对。那再来是。那只要是底漆补土一定要指明后面是要写补土这2个字的才有用。这边它会写调整的比例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调，就可以调起来放。对，你可以调起来放。你看像我这里就有很多之前调过的底漆类，我其实都调一大罐。那你下次用可能1-2个月之后，那其实它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。我们把它取一段下来，然后粘在你的漆罐上面，这就是你的刻度。你看它上面没有刻度。对不对？这是你的刻度，你就稍微画一格一格的做个记号就好了。这个也不用太非常的精密，角。那它这个是1:3的比例，所以我们就是你自己看。你如果加2个，你就要加到8个。你漆弄好之后，这个杯口一定要擦一下，你到时候才不会粘在一起。这一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请大家一定要学起来。那你用什么厂牌，你就是用什么溶剂，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底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会在这边加一些缓干，帮你把漆膜变得更平一点。那这个东西最多就是加20%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加太多。那因为这个比较多，所以我再加6个。那这个最后你就摇一摇。这样子你就得到一罐就是底漆补土，然后上面你最好写个日期嘛，你可以写个日期然后也可以写个那个这是什么东西，要不然你搞不好就跟黑色是不是面漆当成颜料喷，当成颜料喷。那我们也会拿就是双面胶加纸板，或者是双面胶直接粘在棒子上，或者是双面胶粘在牙签上。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地方拿的话，我们搞不好还会开个孔，然后把铁丝装上去。这种都是一些方法。那我们会针对零件给你看一下。那基本上我们零件有的夹我们就夹，那一定要夹稳固。如果你夹的不稳了，然后你插在上面，然后你插了一整堆，那你有的时候听到啪一声，然后零件就射到不知道哪里去，这就很危险。所以我们要尽量夹在桩上面，或者是夹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好，那你看这个就是这轮胎嘛，轮胎找不到位置装的时候，牙签拿牙签，牙签其实那个直径差不多。改造套件就是平的，像排气口那种后面完全没办法拧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直接粘在上面上车。就是我们对称的零件或者是左右合的零件，我们其实会把它放在一起。那我们喷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都会把这一整盘拿到旁边去嘛？对。然后人就走了嘛，你也不会一直看着它。那哪一天有机会，它就是会弹出来，这一定都会有。它就是弹掉。那弹掉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就是一根空的夹子在那边。对。那你就稍微看一下，你就会知道是哪一个东西掉。上底漆之前你就是上夹子嘛。那上夹子的时候，你要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刷一下，你找一个刷子把它刷一刷，上面会有所谓的毛屑啊、粉尘啊，这种东西会粘在上面。那你如果不把它扫掉的话，你等一下下去，它就是整块包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个就是已经
无缝完成哦。你可以看到它没有什么缝在上面，那就这样去完成。对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底漆喷灌这件事情，不管是战旗的或者是那个刚刚介绍的田宫喷灌，他们的使用方法都差不多哦。首先就是摇一摇，那你在喷的时候，它的方式是这样子，从左边到右边，啊，然后你的模型要转动。就是喷完这一面，然后转下一面，再左边到右边，而不是说你就压下去，然后喷的唰，然后转，这样子你模型一定毁掉啊，不是这样子喷的哦。好，我现在喷一次给大家看。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用过喷灌的话，你可以就是拿个汤匙还是什么废料零件来试试看，练习看看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暴鲤龙的面是这边比较近，这边比较远。对。那你这样子过去的时候，就是会有所谓的这边会先喷到，然后这边就是比较远才喷到。这个就是你不能想着我要很贪心，我要这样子整个喷了，这边要摆，这边也要摆，这边先摆，然后我们转动到这边来，再喷这边是摆，然后再转动，这样渐进式。对，渐进式的处理，你要去转动它，你喷不到的地方就是要转动，不要硬喷，硬喷漆就堆积起来，它就会流汤。好，那我喷了。你看我喷的时候就是一个范围一个范围这样走，有没有？然后直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直的过去，然后下面再凹进去的喷。那你看我这边喷了之后，这边上面这边也不会有，所以你再把它转过来。基本上要喷到什么程度嘞？就是你看得到的地方都有沾到就好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模型，它上面现在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非常的粗糙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布好像原本就是这样的话，我跟你讲不是这样。你看这里这个剑的部分，是不是一颗一颗的粒子非常的重？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还有这里也是，你看这个更严重，有没有？对，连那个夹子都变成，对，连夹子上面都是一颗一颗的。那你看这边也是，这个后面这个布的里面这里还有这个尾巴，就是整个像是很粗的一块，就是像沙子一样的东西。对，这个状态呢是很典型的，就是喷底漆的时候就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问题？就是你的喷灌离着你的模型太远，会在中间就干燥。对，然后干燥之后打在你的模型上面，你就会形成这个颗粒感。那你这个颗粒感，你等一下再继续喷的时候，你如果还是一样的，就是一样的距离，那继续喷，它是不是还是形成颗粒？对，然后再继续上去，它的粒子会越堆越多，然后就会堆得像粉尘一样。这个比较明显，对，你有看到手上吗？直接手上摸出粉来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你的漆的浓度太浓。如果是以用喷枪来喷的话，这个一定就是你的喷漆的浓度太浓。是用喷灌。然后你用喷灌的话，就是你的距离拉得太远，这个就只能够洗掉，或者是磨掉，这只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个塑胶表面到就是整个做完到最后上完保护漆，大概就是这些。第一层是底漆，就是底漆补土让你检查用的这一层，然后再来是面漆，面漆就是有颜色的那一层。对，那再来是珐琅漆这个部分，因为珐琅漆它的漆膜比硝基漆还要弱，所以它可以喷在硝基漆的上面，那它可以利用擦拭的方式把它擦掉。如果你在做完墨线之后，水贴这一层就在这一层。那如果你继续要做旧化的话，你水贴要一起旧化，要不然水贴会像新的一样。
哦，所以贴就是在这一层之后再做旧化。那旧化完之后，当然就是保护漆了。保护漆你可以选择光泽、半光泽或小光。然后比较特别就是这个了。那比较特别的是这边，就是一些比较难以附着上去的表面，像是金属，蚀刻片，然后 PVC 表面，或者是软胶表面，或者是 GK 表面，你可以再用一个万用界面漆。这个比特漆还有出一个万用界面漆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黏的界面纸。你喷完这个界面漆之后，再去上底漆，它就会抓得比较牢一点。这样也喷了5层呢。对，真的虽然看起来很多面，它其实还是很薄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表面会有一个事情叫做你是不是会有卡榫？对，这个东西卡榫还有关节，两片合起来的关节的话，都会被这个影响。所以你关节处跟卡榫的地方最好不要碰到这个。你这样子就会比较难装进去啊。然后你硬卡的话，可能就是会裂开，或者是反正就是塞不进去、合不起来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介绍了底漆的部分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观念。对，大概知道为什么要喷底漆了。对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那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，拜拜，拜拜。